随着缅甸雨季的结束，缅甸各地的抵抗力量卷土重来，开启了又一轮攻势。除了同盟军与缅军在腊戌以南的南兰、孟雅等地持续紧张对峙之外，克钦邦的克钦独立军近期开始发力了。在最近1个月，克钦军同时在帕敢、巴莫、齐培、索罗等地与缅甸政府军交火，并且在帕敢和齐培等地的战事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继克钦军上周攻入了帕敢城区之后，近日克钦军1旅7营、7旅46营以及总部机动旅联合作战，攻下了克钦齐培镇。齐培镇位于克钦邦恩梅开江边，市区附近有一座齐培水电站。同时，齐培镇所在的板瓦地区也是缅甸重要稀土矿产地。同样，另一个分布着稀土矿靠近齐培镇的索罗镇，也在不久之后被克钦军攻下，缅军289营被击溃。克钦军雨季后开展的这轮攻势可谓来势汹汹。原本板瓦地区多年来由丁英民团和缅军的几个边防营驻守，而丁英当年正是和彭家声、鲍有祥、林明贤齐名的缅北大佬，4人分别在1989年脱离缅共，在各自的地盘组建军队。而1990年，丁英率部与缅甸政府达成和平协议，所领导的原缅共101军区部队随即改编为克钦新民主军。克钦新民主军辖区被定为克钦邦第1特区，总部设在板瓦。1994年，克钦独立军与缅甸政府签订停战协定后，克钦独立军控制的地区被缅甸政府称为克钦邦第2特区，总部设在拉赞。2009年，丁英领导的克钦新民主军又被缅甸政府改编为边防部队，下辖3个营，每个营编制308人。2012年4月，克钦独立军与缅政府重新开战之后，曾出兵攻占了克钦新民主军部分辖区，丁英旧部的500多人投降克钦独立军，3名军事长官全部被俘。丁英所部与克钦独立军的关系也十分微妙，虽然名义上有2、3千人，但由于同族关系，大部分人都跟克钦军私下有往来，分为主和主战2派。几个边防营在被缅军招安改编之后，早已失去了当年的斗志，军中抽大烟现象严重。唯一有点战斗力的就是缅军驻守当地的3个营数百人，包括齐培262营、索劳269营和板瓦29营。而克钦军这次出动的部队虽然人数不占优，但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兵。整体来看，克钦军这次的战略意图应该是占领板瓦和大田坝周边的据点，包围板瓦和大田坝，同时又使板瓦民团内部分裂，用较小的代价攻占板瓦和大田坝。而克钦军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点发难，还有个意外因素。数天前，边防营和民团的精神领袖丁英因为肾结石选择了到腾冲就医，据称还准备转移到昆明手术。克钦军这轮攻势，对于年事已高的丁英来说，可能已经无力招架。或许等这位克钦大佬手术完恢复健康时，板瓦地区已经新人换旧人了。加上在此前的战斗中，克钦军已经完全拿下了雷基、南帕嘎、曼温基、莫茂，现在又得到了齐培和索罗。克钦军现有的控制区已经达到5万多平方公里，可以说是近10年来的最大范围了。善邦北部的德昂军近期也可以说是斩获颇丰，经过与缅军在西部长达1个月的拉锯战后，德昂军在同盟军的大力助攻下，终于攻下了503营和504营。联军正在围攻缅军最后的23营指挥部，缅军只能靠空投补给，形势相当不妙。目前来看，西部大桥所在的米界河应该是战后德昂军与同盟军的分界线。德昂军南线的当坎方向，德昂军集中了大量主力围攻当坎，并且采用轮战的方式，不断用增援部队替换疲惫的官兵。仅在10月1日凌晨，德昂军和人民保卫军组成的联军就发动了3次进攻，但都遭到了缅军击退。双方炮火对攻十分猛烈，当坎可以说是通往宾乌伦和曼德勒的关键要冲，因此双方在当坎的拉锯战或将延续一段时间。三兄弟联盟的另外一位若开军方面，目前已经光复了若开邦超过90%的区域，正在从各条战线向若开邦首府实队推进。若开邦的2大重镇孟都和丹队都已经基本被占领，若开军正持续对洞哥和安镇的缅军基地发起攻势。驻皎漂杜亚瓦底海军基地的缅军部队也与若开军发生交火，局势相当紧张。而在缅甸臭名昭著的电诈中心克伦邦妙瓦底，克伦联军与缅军的冲突不断。克伦5旅宣布9月份与缅军交战50余场，击毙缅军70多人，而且首次与苏奇多领导的克伦边防军部队发生交火。克伦6旅的眼镜蛇纵队已经连续数日进攻妙瓦底南部斯威托山制高点缅军炮兵阵地，缅军则报复性的炮击了山脚下的帕卢村学校，幸好炮击时学校已经停课，暂无人员伤亡。另外在什阶省、博固省、德
德林达伊省等地，包括人民保卫军在内的各路抵抗组织都在与缅军发生持续冲突。截止目前，缅甸抵抗力量方面已经攻占了81个城镇，约为缅甸全国300多个城镇的1/4。近期同盟军在腊戌实控区遭缅军连续空袭之后，也已经到了忍耐的临界点。尤其10月4日到10月5日，缅军向腊戌五堡等地发动了多轮空袭，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城南观音山，山上的观音寺受损严重。这样的寺庙在缅北华人区有广泛分布，是当地华人的精神寄托。而腊戌观音寺是当地最主要的古迹，是缅北最大的观音寺，拥有近100年历史。由于腊戌外围都是山地，观音山一带也是腊戌五堡的制高点，腊戌观音寺也见证了当地华人社会兴衰变迁的艰辛历程。该寺庙在此前腊戌战役中也受到一定战事影响，部分建筑受损，但是影响远远不如此次空袭那么大。10月5日，缅军又再次对腊戌周边的美航科技大学发动空袭。为防止缅军进一步探知腊戌的信息，同盟军近期限制了腊戌城内的通信和网络，促进市民有序合理使用当地网络，并且加强了同盟军驻地的保卫工作。由于先期返回腊戌的民众背景和成分十分多元，后期同盟军可能还会委托当地的保长和族长配合同盟军，加强对当地流动人口的管控，以促进腊戌整体秩序的进一步恢复和安全形势的彻底好转。一些声音认为，随着缅军空中打击的不断延伸，未来将不可避免触及同盟军在腊戌城内的驻地。随着缅军不断空袭同盟军辖区，双方在战地层面的对峙也不断升级。在9月29日发生南兰交火以后，双方在孟雅北侧海亚村附近的军事对峙也在持续。同盟军211旅和611旅沿山谷构筑临时工事，缅军则从科西镇调集30车，约为200兵力，赶到孟雅镇布防。加上缅军新一期新兵的训练完毕，正试图调兵，准备发动类似歼敌王、白象王等对北善邦的反攻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同盟军已经将之前木解方向的511旅调往西部到海亚一线，搭档311旅与缅军对峙。孟雅附近，同盟军则布置了211旅和611旅。可以看出，同盟军4大主力旅在腊戌南侧均有阵地，而且还有831无人机大队多个中队配合各营进行防御。双方对峙气氛继续升温，特别是海亚村一线，同盟军前沿阵地距离缅军仅200米，缅军还不时出动无人机侦察。而在孟雅一线一直有北善邦军活动，也可能随时介入战局。一旦战火升级，腊戌保卫战或将随即打响。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缅军如果要重夺腊戌及周边区域，可能需要准备1万左右的兵力，配合各类重武器。但眼下缅军四处出兵，腊戌南侧的西部、南兰、圣乔、孟雅合计仅有不到4000兵力，难以完成反攻腊戌，艰巨任务。其实缅军也并非无兵可用，亲缅军的博欧民团第3期7000人，之前每人自费5万缅币训练1周已经结业，但缅军方的态度显然也并不十分信任，到目前为止也不给配备任何武器装备。由于腊戌原本是缅军东北军区所在地，事关重大，缅军在舆论上还是念念不忘。然而按照当前缅甸全国此起彼伏的革命态势，缅军不得不考虑如果反攻失败，导致同盟军顺势南下的后果。因此缅军关于是否反攻腊戌还是以拖待变，高层内部存在一定争议。国际社会方面，印度也开始插手缅甸事务。就在上个月，美日澳印4国在美国特拉华州举行4国首脑会议之后，印度方面向若开军、克钦军、亲民族阵线等几支民地伍发出邀请，参加将于新德里举行的关于宪政和联邦制以及其他重要议题的会议。而其中最受印度重视的，毫无疑问是若开军。印度方面的态度已经表明认可若开军的合法地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印度投资的石队港位于若开邦。石队港对于印度有着重要战略意义。早前缅军方已将缅甸石队港的全面经营权交给了印度，而石队港距离中国投资的中缅油气管道起点皎漂港直线距离仅为110公里，并且石队是缅甸若开邦的首府，地理条件和人口资源是优于皎漂的。在中方投资皎漂港之前，原本是计划投资基础条件更好的石队港的，但当时缅甸军政府想在中印之间玩平衡，实现利益最大化，于是把石队港项目交给了印度，中国就退而求其次选择了皎漂港。印度在获得石队港的全面经营权后，打算打通加尔各答、石队、米佐拉姆邦的加拉丹河联运工程，不但能更直接的获得缅甸木材，不必绕经孟加拉国，而且能减轻对薄弱的西里古里走廊的依赖，加强对有独立倾向的东北各邦的控制，甚至不排除将来可以扩建驻军，监视中国在皎漂的能源传输线路，进一步制霸印度洋。所以目前印度正着手与若开军和缅军谈判，重启加拉丹河联运工程。缅甸局势将如何演变？本频道将持续关注，欢迎订阅简易指南，下期再会。